們最近有福了，中國首款車載電磁炮居然首次亮相了，同時它也是世界首款車載電磁炮。而這款裝備一亮相，直接打破了美日在電磁武器領域的長期布局，更標誌着中國電磁炮技術徹底完成了從艦載到陸基的全域突破。對此，不少網友調侃：美國忙活幾十年都沒搞定的東西，中國又一次實現了後發先至，估計美國軍工部門看完臉都要綠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3月18日，一張重型軍用卡車搭載新型火炮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徹底刷屏，熱度直接碾壓各類軍事新聞。起初，不管是軍迷還是普通網友，大多都看走了眼，誤以為這是全球首款203毫米大口徑卡車炮。畢竟，這類大口徑火炮的遠程打擊能力極強，一直是軍迷心中的硬核裝備。可越看越不對勁，有細心的網友放大照片發現，這款火炮的炮管居然不是傳統火炮的圓形，而是獨特的方形設計。可別小看這個細節，這可是電磁炮獨有的身份標識。於是，在申巴之後，全網都沸騰了，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傳統卡車炮，而是全球首款接近工程定型的實戰級陸基車載電磁炮，也是第一款邁入準量產階段的陸基車載電磁炮。其實也不怪大家一開始看走眼，這款車載電磁炮的偽裝確實夠到位。它的整體底盤和搭載模式和解放軍現役的 PCL-181車載榴彈炮高度相近，外觀緊湊且集成度很高，後半部分還覆蓋着藍色帆布，乍一看甚至容易被當成普通的軍用吊車。再加上傳統大口徑火炮的威懾力深入人心，就拿203毫米傳統火炮來說，單枚炮彈裝藥可達20公斤，射程超100公里，被軍迷稱作拆樓神器。大家第一時間聯想到這類傳統重炮也在情理之中，但方形炮管這一關鍵細節直接推翻了所有關於傳統火炮的猜測。熟悉武器構造的人都知道，傳統火炮依靠火藥燃燒產生的燃氣推動彈丸，炮管必須做成圓形，才能均勻承受火藥爆炸產生的巨大膛壓，這是延續數百年的設計邏輯。而電磁炮徹底顛覆了這一邏輯，它不靠火藥發力，核心是依靠電磁軌道產生的強磁力加速彈丸。炮管內部的平行導彈電軌決定了方形結構能更好地約束磁場，穩定彈丸軌跡，這也是區分兩者最直觀的核心特徵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款陸基電磁炮樣車絕非實驗室裡的原理驗證裝備，而是經過多輪實戰化測試，接近準定型狀態的工程樣機，以完成野外環境適配、高強度連續發射、機動部署等測試。只要後續收尾實驗順利，就能快速列裝，甚至具備外貿推廣條件。這個進度遠超美日同類型裝備。可能有人會問，電磁炮到底有什麼厲害的，讓美日幾十年間持續投入巨額資金研發？答案很簡單，作為改變未來戰場規則的新概念武器，它的核心原理從理論層面就碾壓傳統火炮。要知道，傳統火炮靠火藥推動，威力和射程受諸多限制，而電磁炮靠電磁力加速彈丸，既能實現更高速度和射程，還能大幅降低使用成本，適配現代戰場多種需求。這也是美日急於搶占這一技術高地的原因。可尷尬的是，美國作為最早啟動電磁炮研發的國家之一，早年雖在艦載電磁炮項目上取得過階段性成果，能將彈丸加速至6倍音速，實現100公里級打擊，但後續陷入軌道磨損、耗能過大、成本失控的技術瓶頸，項目一度被叫停。即便2025年重新啟動陸上測試，也始終沒能解決艦載、車載集成難題，至今停留在大型實驗台階段，且炮管壽命極差，全功率發射僅10到20發就會出現嚴重損傷，根本無法穩定使用。日本的研發更是雷聲大雨點小，一直偏向小口徑路線，僅在小口徑型號上有限突破。其40毫米口徑實驗款炮口動能僅5兆焦，彈丸重量不足400克，性能僅為中國艦載電磁炮的1/6。且日方公開表示，要到2030年才考慮電磁炮上艦部署，實戰化進度遠遠落後於中國。
反觀中國，雖在電磁炮領域起步晚於美日，卻實現了後發趕超。早在21世紀10年代中後期，中國就率先在海洋山號登陸艦上部署測試了全球首款艦載電磁炮，完成海上實彈射擊等關鍵驗證。經過多年攻堅，中國電磁炮核心性能已達國際頂尖。公開數據顯示，炮口初速度接近每秒3公里，炮口動能突破32兆焦，彈丸最大速度8馬赫，射程超100公里。更有消息稱，能將60公斤彈丸加速至7馬赫，射程可達400公里，實力遠超外界預期。更關鍵的是，中國科研團隊攻克了全球電磁炮研發的核心痛點。美日兩國的電磁炮實驗品普遍存在連續發射後炮管磨損嚴重、無法重複使用的難題，這也是它難以實用化的核心原因。而中國通過納米陶瓷塗層等技術，給炮管加裝了一層耐磨防護層，即便高強度連續發射，炮管依然能保持穩定精度和重複使用能力，徹底解決了這一技術瓶頸。除此之外，中國擁有豐富的稀土資源，在強磁材料研發和提純領域具備天然的優勢，這也是美日難以趕超的核心壁壘。想要達到中國的電磁技術應用水平，美日必須跨越電力技術、磁技術、稀土提純3大門檻，短期內根本無法實現。畢竟，稀土資源的分布和提純技術不是靠砸錢就能快速突破的，這也是中國的天然優勢。言歸正傳，此次亮相的陸基電磁炮採用8×8輪式高機動卡車底盤，徹底告別了傳統電磁炮笨重難以機動的缺陷，能在邊境、島嶼、平原等複雜地形快速部署，實現打了就跑的戰術靈活度，擺脫了艦載平台的地域限制，大幅提升了作戰靈活性和自身生存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車載電磁炮與海洋山號的艦載電磁炮屬於2條不同技術路線。前者是電磁軌道炮，依靠渦輪自力加速彈丸，炮管呈方形；後者是電磁線圈炮，原理類似航母電磁彈射器，依靠多極線圈磁場加速彈丸。兩種技術路線均進入實車測試階段，在全球範圍內極為罕見。此外，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是，這款車載電磁炮到底有多強？普通防空系統能攔住它嗎？答案很明確，很難攔住。中國科學家採用雙電源、雙電區、4軌道的 X 型結構設計，破解了傳統軌道炮電流過大導致材料燒蝕的世界級難題，還將發射力量近乎翻倍，能將30公斤彈丸加速至7馬赫，比傳統近防炮彈丸速度快3倍以上。難以被攔截的原因有3點：一是速度太快，7馬赫的彈丸留給普通防空系統的反應時間極短，等雷達鎖定完成攔截準備，彈丸早已抵達目標。二是打擊精度極高，7馬赫初速讓火控計算機無需複雜計算提前量，且彈丸為純金屬實心彈頭，靠動能撞擊目標，攔截難度大幅提升。三是成本優勢巨大，單發彈丸僅幾百到幾千人民幣，而普通防空攔截彈一枚就價值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，長期攔截會陷入成本失衡，根本扛不住飽和攻擊。這款車載電磁炮的核心作戰定位是防空反導，主要攔截各類空中目標，尤其是傳統防空武器難以應對的高超聲速目標，以純動能殺傷方式實現精準攔截，顛覆了傳統防空反導體系邏輯。它反應鏈路短，射速快，能快速形成高密度攔截火力網，抗飽和攻擊能力強，且發射時無明顯火光、煙霧和噪音，戰場隱蔽性遠超傳統武器，生存能力大幅提升。從體系作戰層面來看，它列裝後將徹底重構未來防空反導體系，可與遠程預警雷達、反導導彈、激光武器等協同作戰，承擔中近程高密度攔截任務，彌補傳統防空導彈成本高、數量有限的短板，構建多層級、全覆蓋的防空反導網絡，降低國防開支的同時，提升國土防空和戰場防禦能力。從艦載電磁炮到陸基實戰級樣車，中國電磁炮技術實現了從原理驗證到實戰化，從單一平台到多域布局的全面跨越，整體水平領先美日至少一代，真正實現了領先就要領先美國的目標。這一突破不僅是單一武器的進步，更是中國新概念高能武器工程化落地能力的體現。未來規模化部署後，將徹底改變現有防空反導和火力打擊格局，為全球火炮技術發展開闢全新的電磁時代。
以前提起先進武器，大家想到的多是美日等國家，而現在中國越來越多國防裝備實現了從跟炮到零炮的跨越。這款世界首款車載電磁炮就是中國國防實力的最好名片之一。美國忙活幾十年沒能搞定的技術，中國不僅搞定了，還率先實現車載實戰化、準量產。這份中國速度和中國實力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驕傲，也讓中國在未來國際軍事競爭中掌握了更多主動權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